我去府衙补办婚书的时候，却被告知我只是一个妾室，做了萧谨言3年正妻，没想到转头就成了妾。我让官吏又查了一遍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册子上显示您确实是妾室，但萧大人的正妻叫做苏清音，您认识她吗？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，耳边只剩下嗡鸣。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萧谨言的白月光，而苏清音是我在离京的2年间，萧谨言因为太想我而找的替身。我回来之后便打发苏清音离开了，可我没想到萧谨言把自己贴身丫鬟换成了苏清音。马车驶进侯府时，我的眼泪已经干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刚要下车，就听见正厅传来萧谨言和他兄弟的对话。苏清音被马车撞了，我刚去医馆看了看，就是些皮外伤，你安心在家陪林夫人吧。我说过多少次，来我府中不准抽烟袋，语言不喜烟味。好，疯狂宠妻的疯子，可我是真没搞懂啊！你明明那么喜欢林雨燕，当初怎么还非要驱苏清音呢？说实话，不是拿她当替身吗？我以前也觉得她只是个替身，雨燕一回来我就不需要她了。但她被送走后，我几乎每夜都能梦到她。后来实在受不了她不在我身边，就接回来放在身边当丫鬟了。我不能没有雨燕，但苏清音我也离不开了。你就不怕林雨嫣知道？以她的性子，要是知道了，你就算死在她面前，她也不会回头。那就永远不让她知道。不会让他知道。我想起萧谨言今早出门前还温柔地吻了我的额头，这些竟然全是假的。好，萧谨言不是怕我知道吗？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永远不回头。我转身离开，去县衙申请注销了身份信息，还改了名字。官吏告诉我，全部手续会在半月内办妥。半月后，萧谨言就算上天入地，也再找不到我。回到府中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夫人，你去哪儿了？一回府就发现你不在，等了好几个时辰，差点把全城翻过来找人了。去街上走走了，忘记跟你说，抱歉。好了，夫人，我不是怪你，就是担心。你前日说想吃糖醋鱼和清蒸鲈鱼，我去给你做好不好？可此刻他的信鸽叫了，我瞥了一眼，看清是苏清音写来的。萧谨言看了纸条后，神色微变，随即放下刀。夫人，我有点急事，得离开一趟。他解开围裙，语气如常，甚至不忘俯身亲了亲我的额头。你先吃，不用等我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然后我叫了辆马车跟了上去。果然，萧谨言去的不是府衙，而是医馆。医馆归客房的廊下，整条走廊都被清空了。明明萧谨言兄弟说过，苏清音只是些皮外伤，可现在看来，皮外伤他都包了整条走廊。如果再出点其他事，萧谨言肯定更是紧张的，恨不得把整家医馆都掀翻。怎么样？还有哪里疼？都怪奴婢不好，害得老爷都没空陪林夫人了。万一她多想了怎么办？我真是个灾星。我们是夫妻，我陪你，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我听到他们说夫妻，浑身血液瞬间凝固。以后不准再说自己是灾星。这串佛珠开过光，我戴了7年，以后给你带着，保你平安顺遂。我站在门外，整个人都像要被深海溺毙。那串佛珠是我18岁那年3步一跪9步一叩，从山脚一路跪到山顶寺庙求来的。可现在萧谨言亲手将它戴在了另一个女人的手上。回到府中时，天色已晚，我刚进门，信鸽就飞来了。夫人，府中临时有事，我得去外地几日，别生气，回来补偿你。3日后，萧谨言回来了。为了表示抱歉，他为我包了整个西楼大厅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真宠他呀！为了林夫人，连戏楼都要护下来。听戏期间，我感到不舒服。萧谨言立即命人去拿药草和暖炉，谁知来的却是苏清音。你伤刚好，谁让你来的？我派的不是小厮吗？小厮正在忙别的事，我怕林夫人疼得厉害，又怕您等得急，就自己过来了。萧谨言神色几经变化，最终还是先把包袱递给了我。夫人，我陪你去换药。我没说话，拿着东西去了后院。等我出来时，守在外面的萧谨言已经不见了。强装镇定，坐回原来的位置上，安静地听戏曲。萧谨言回来后，拉着苏清音坐到我旁边。夫人，外面雨太大，他正好也喜欢听戏，就让他留下。我一声没拆穿他。整场戏，萧谨言依旧对我关怀备至。你以前说过这些乐器好，我就花高价都买下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苏清音突然伸手，好奇地拉了拉旁边一根装饰绳。头顶传来机械运转的轰隆声，下一秒沉重的灯架和香炉猛地砸了下来，电光火石间，萧谨言一把拽过苏清音，护在怀里滚到一旁，而我则站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黑影朝自己压来。最后的意识里是萧谨言惊慌失措的喊声。你还好吗？我闭上眼，没拆穿他的谎言。萧谨言推掉所有公务，寸步不离的在照顾我，可我始终平静不开口说话。萧谨言觉得我是闷坏了，特意为我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庆祝康复。宴会期间，我刚要开口，萧谨言的信鸽突然飞来。看完纸条，萧谨言脸色骤变。雨嫣，苏清音在哪儿？萧谨言，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现在是人命关天，你非要这时候吃醋？不是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知道他在哪，也没让人动他。雨嫣，我说过我已经惩罚过他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毁掉一个女子的清白是最下作的手段，
诉我，苏清音到底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你问多少遍，我都不知道。林雨嫣，我真像是从没认识过你。他狠狠地甩开我，立刻派人去找，查清音最后出现的位置。我扶着桌角，缓缓站起来。我沉默地将萧景言送的所有东西丢进火盆，转身的瞬间，一个麻袋猛地套住了我的头。我还没来得及挣扎，后颈便传来剧痛，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意识。再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被套在麻袋里，双手被反绑在身后，嘴巴被布条死死塞住。护卫恭敬地汇报：人已抓到，就在这里。景言，要不算了吧，你来得及时，我其实也没真的出事。我舍不得动林雨嫣，但他敢欺负你，我总要给你一个交代。既然这是他找来的人，那我就杀鸡儆猴，让他以后不敢再做这种事。我拼命挣扎，可嘴巴被塞住，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。那下手轻点吧，毕竟是林夫人的人。轻？不可能，敢欺负你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下一秒，我被拖到了高台上，下面是10几丈深的水池。我被套着麻袋，绑着绳子，从高台边缘猛地推下去，冰冷的水瞬间灌入麻袋。我拼命挣扎，可绳子越缠越紧，勒得几乎要窒息。就在意识即将消散的瞬间，绳子突然收紧，我被硬生生拽出水面。够了，景言。还没完。他接过护卫递来的棍子，走到我面前。感动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。萧景言这才满意的收回脚，转身将苏清音搂进怀里。是不是吓到了？好了，结束了，把这人丢出去。萧景言，他大步离开，再没回头。只要萧景言回头看一眼，就会知道，此刻被他折磨得半死的是他曾经捧在手心里的人。再有意识的时候，我被丢在府邸的地上，我艰难地爬起来，信鸽在窗台上叫着。我颤抖着走过去，看到2张纸条，第一张是萧景言写来的：夫人，我只是不想你做出错事。这几日我在医馆照顾苏清音，就不回府了，等她好了再回来陪你。萧景言把我折磨得半死，却还能若无其事地叫我夫人，他甚至根本没发现我失踪。第2张是身份注销成功的通知，林小姐您提交的身份信息注销和改名申请已通过审核，即日起生效。我终于可以离开了。我强撑着换好干净的衣裳，然后拎起早就收拾好的包袱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出门前，我把身份牌丢进火盆，连同所有过往一起埋葬。从今往后，这个世间上再也没有为萧景言掉眼泪的林雨嫣。马车颠簸时，剧痛从肋间炸开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。姑娘，请问您需要帮助吗？邻座的男人放下手中的医书，他敏锐地注意到我额角的冷汗。我没事，只是有点晕车。我是一名大夫，你的脸色很差。只要马车到站，萧景言就算把天下翻过来也找不到我。突然，一阵尖锐的疼痛从腹部直窜上来。快停车！这边需要紧急救治！再坚持一下，别慌。下车的，通知前站，准备止血和接骨的药物。肋下2处断裂，腹腔有出血迹象，脉象虚弱，我们需要。别，苏一馆，求你！我在一片药香中醒来，一道低沉的男声从旁边传来。醒了？我猛地转头，对上一双沉静的眼睛。你在车上失血昏迷，我做了急救处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这是温水，慢慢喝，对身子有益。我叫慕言，如有需要可随时还我。我叫苏雨。我在药庄住了下来，慕言从不探听我的隐私，直到药桶不小心碰到托盘，金属器械砸在地上的声响让我条件反射地蜷缩起身体。慕言的手顿在半空，他视线扫过我手腕上的淤青。这些伤不是意外造成的，如果不想说，可以选择不回答。但若需要，这里的师傅和衙门都会帮你。谢谢，真的不用了。药庄的日子平静的近乎虚幻，我的身体渐渐恢复。某天下午，听到慕言正在和人争执，对方坚持这个价，我们不能再退。第3页的银钱流预测有问题，他们隐瞒了一部分债务。如果按这个方式计算，实际溢价应该上调1成5。苏雨，书房鸦雀无声。次日，慕言将一份契约推到我面前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来我的商号做账房先生。你就不怕我是商号派来的细作吗？我把你的背景查了一遍，当然什么也没找到，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值得信任。
于是我和慕言开始合作。而这段时间，萧谨言照料苏清音时，察觉我几日未归，于是立马调查，发现我以注销身份调出记录后，才知晓自己曾误将我当作恶徒折磨，而这一切都是苏清音的算计。萧谨言随即严惩苏清音及其家人。之后，萧谨言疯似的动用所有关系寻找我，走遍我们曾经去过的所有地方，甚至砸下千金悬赏，却始终毫无踪迹，只能在无尽的悔恨与思念中饱受煎熬。3个月后，萧谨言的余光捕捉到一抹熟悉的身影。语言。萧谨言伸手想要抓住他的手腕。大人，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……萧谨言闭了闭眼，收起纸条，转身离开。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茶楼的雅间里，我的目光淡淡的扫过萧谨言的背影，慕言顺着我的视线看去，是他吗？走吧，该去晚宴了。我站在铜镜前调整珍珠耳坠。萧谨言今晚也会出席这场私人晚宴，你的注意力一直在他身上，难不成是为了他来的？你想多了。晚宴现场灯火辉煌，我手持茶盏与商贾交谈，流利的对答和犀利的商业见解让我成为焦点。晚宴现场灯火辉煌，我手持茶盏与商贾交谈，流利的对答和犀利的商业见解让我成为焦点。萧谨言走进厅堂，目光被那道背影吸引，他刚想上前，对方却转身离开，与他擦肩而过。刚才那位女子是谁？那是苏姑娘，新锐商号雨嫣商行的掌柜雨嫣，那分明是林雨嫣的名字。萧谨言不敢相信是林雨嫣回来了。夜晚，我手中的毛笔在纸上划出凌厉的痕迹，那不像是在分析数据，更像是在解剖仇人。又在看萧家的账册吗？只是例行分析，早点熟悉未来的竞争对手。慕言没有拆穿我的谎言，尽管这3个月来我经常研究萧氏商号，有时甚至会熬夜到天明，但每当慕言想询问，又会迅速的转移话题。别太晚了，明天还有早会。明日还有早会。我点头后，目光又迅速飘回那叠账册上。子时3刻，一声尖锐的惊叫划破宅院的寂静。慕言从床上弹起来，声音来自我的卧房。他连鞋都来不及穿，就冲过去，推开门。眼前的景象让慕言的心脏狠狠一缩。我蜷缩在床头与墙壁的夹角处，双手死死掐着自己的脖子，脸色惨白如纸。苏雨，看着我。苏雨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跟着我呼吸，感受我的呼吸节奏，慢慢来。待视线恢复焦距，看清面前人时，我猛然把手抽回。抱歉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。慕言没有戳破这个拙劣的谎言，随后起身去倒了盏温茶，顺手在一旁的香炉里加入了舒缓神经的药草。先喝点茶，我去给你拿条干帕子。当慕言从镜房回来时，我已经挪到窗边的椅子上。你想聊聊那个噩梦吗？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盏壁。你知道人溺水是什么感觉吗？先是水灌进鼻腔，火烧一样的疼，然后肺部开始抽搐，想要呼吸却只能吸进更多的水。最可怕的是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生命在流失，却无能为力。慕言注意到我左手无名指莫名扭曲着，我突然站起身走向书案，从最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布包。你看看这个。慕言接过布包，沉甸甸的，倒出来的是一叠画像、医疗记录盒、一张被茶水泡烂的婚书复印件。这是我原本的名。慕言的话到了嘴边却消失了，眼前的一切让慕言震惊。医疗记录上写着3根肋骨骨折，右手食指粉碎性骨折，肺部积水。这是萧谨言的杰作。萧谨言是我的前夫。我的话停顿了片刻，随后我的目光移到那张婚书上。不，我和萧谨言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。萧谨言以为麻袋里的人是欺负了他妻子的恶徒，但里面的人实际上是我。慕言翻开下一页，看到机关录影，一个高大的男人将套着麻袋的人一次次推下高台水池，旁边站着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，嘴角带着笑。苏清音，萧谨言的合法妻子，而我只是个笑话。慕言终于明白我对萧氏商号的执念从何而来，这不是普通商业竞争，而是刻骨铭心的仇恨。所以我要毁了萧谨言，我要让萧谨言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，失去商号，失去名誉，失去复仇不会带来真正的平静。那什么能？原谅遗忘。我扯开中衣领口，露出锁骨下方狰狞的疤痕。这是萧谨言亲手用棍子打的，99下他数得清清楚楚。慕言看着那道疤痕，突然伸手将我拉入怀中。我不是要阻止你，我只是不想看你被仇恨吞噬。这些伤，他们不应该定义你的人生。给我看看你的计划，所有细节。如果这能让你真正放下，重新开始，我会帮你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，我正指着萧氏商号股权结构图向慕言解释我的收购策略。阳光洒在散落的文件上，照亮那张泡烂的婚书。我看一会儿，随手将它扔进了火盆。然后我站在雨嫣商行顶层窗前，俯瞰整座城市。管事敲门进来，恭敬地递上一份文件。掌柜，萧氏商号的银价又跌了50%，市场对萧谨言近期的决策普遍不看好。我接过文件，唇角勾起冰冷的弧度。很好。指尖在某一行数字上轻轻点了点。萧谨言为填补苏清音之前挪用的银钱窟窿，已经变卖不少名下的资产。继续抛售
我们持有的萧氏债券。可是，如果萧氏崩盘的太快，我们也会损失部分投资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萧景言会怎么失去他曾经最在意的东西，就像我曾经失去一切。萧景言在书房里死死盯着账册，银价曲线一路暴跌，合作商信笺一封接一封送进来，萧景言烦不胜烦，直接丢进火盆。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操盘。已经查了，资金流来自江南的一家新锐商号，背景很深，暂时查不到实际掌控人。商号名语嫣商行。萧景言反复呢喃着这个名字，似乎是想明白了什么，瞳孔微颤，我手指无意识地攥紧毛笔，墨汁卷透了纸张。我坐在雅间里，对面是萧氏曾经的账房先生谢灵芝。苏掌柜，您答应谢灵芝的条件？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，谢灵芝会拿到剩下的。您放心，萧景言最近为了稳住银价，正准备抵押核心产业，只要谢灵芝稍微动点手脚。不，我要谢灵芝帮萧景言。什么？帮萧景言稳住银价，让萧景言以为危机解除，然后在萧景言最放松的时候一击毙命。次日，萧景言看着突然回稳的银价，眉头紧锁。查到了，是谢先生联系了几家商行注资。谢灵芝哪来的人脉？不清楚，但资金确实到位了，暂时缓解了我们的压力。萧景言转过身，脸上没有半分因为银价回升的轻松。去查清楚谢灵芝联系的哪几家商行，要快。萧景言果然起疑了，要收网吗？再等等，我要让萧景言亲自来求我，就像我曾经求萧景言回头一样。事实证明，萧景言的预感没有错，在萧氏的银价逐渐趋于稳定时，那几家商行仿佛约定好一般，集体撤资。萧氏商号银价猛跌，甚至到历史新低。谢灵芝呢？管家在萧景言身后大气不敢出，已经联系不上了。此话一出，书房里一片死寂，管家脑门上汗流不止。那几家商行所属方查到了吗？管家闭了闭眼，将手中的文件放到书案上。大人，经过调查，那几家注资商行背靠不同商号，但那些商号全部归属于语言商行名下。萧景言听完这番话，竟有一种不出所料的释然，直觉告诉萧景言，语言商行就是林语嫣。是林语嫣来报复我了。既然如此，萧景言站在语言商行的楼下，他已经在这里等了3日。门房礼貌而冰冷地拒绝他每一次拜访请求，但他已经忍不下去了。让开！护卫还没反应过来，萧景言已经一把推开他，大步冲向楼梯。顶层书房的门被猛地推开，我坐在窗前背对着他，手中毛笔在纸上划过一道凌厉痕迹。萧大人，擅闯他人商行，我可以报官。这个声音，他无数次在梦里听见的声音，如今近在咫尺，却冷得像陌生人。语嫣，我知道是你。我终于转过身，苏雨，或者你可以称呼我苏掌柜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他自导自演那些戏码，是他一直在骗我。我真的以为当初那个恶徒是你找来害他的。如果我知道那是你，我怎么可能？可能什么？怎么可能亲手把我推下高台？怎么可能用棍子打断我的肋骨？还是怎么可能踩碎我的手指？书房的屏风缓缓降下，画面里麻袋滑落，露出我苍白染血的脸。而萧景言冷眼旁观苏清音站在他身后，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，以及棍子落下时我蜷缩的身体和细微的呻吟声。萧景言的脸色瞬间惨白。需要我继续播放吗？我还有很多，比如你抱着苏清音让他喊你夫君的那段。萧景言说不出话来，他看着面前人冷漠的眉眼，下一秒膝盖重重磕在地上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垂眸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可笑。曾经高高在上的萧景言，如今跪在我面前像丧家之犬。语嫣，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？我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，萧氏商号股权收购协议。签字吧，你手里的所有股份我会按市场价收购。你要萧氏？不，我要的是你亲手把萧氏送到我手里，然后看着他怎么一点一点毁在我手上。萧景言的指尖颤抖着抚上那份合同，他知道交出去萧氏多年基业将彻底易主，不交他永远失去挽回他的机会。我看着他挣扎的样子，忽然觉得索然无味。我会给你3日考虑，不过萧景言，别忘了，现在的你根本没资格和我谈条件。萧氏商号顶层会议厅，我坐在主位上，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，面前是一份份待签署的资产拆分协议。会议桌两侧，曾经对萧景言俯首帖耳的掌柜们，此刻全部低着头，连呼吸都放得极轻声，怕惊扰了我的思绪。布匹部门出售掉，茶叶板块并入穆氏商行，至于剩下的空壳留着吧。账房先生小心翼翼地问：苏掌柜，那萧氏的招牌？萧氏从今日起没有萧氏了。我抬手将最后一份文件推向桌尾那个一直沉默的男人，文件滑到萧景言面前，封面上赫然写着职务调整通知。他被保留掌柜头衔，但所有决策权被剥夺，每日需要向我提交工作报告。萧景言盯着那份文件，手指微微发抖，却没有去接。怎么，萧掌柜不满意？会议厅里鸦雀无声。萧景最终伸手拿起毛笔，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：萧掌柜，您的日报。萧景言麻木地翻开，
里面详细记录着商号招牌每日擦拭次数、钱塘接待客人数量。他签下名字，这是我的要求，他必须亲手签字，以此来确认自己每日都在认真经营空壳商号。茶楼雅间里，我认真地切着盘中的糕点。你切糕点的姿势还是这么凶残，像在解剖仇人。说不定就是呢。复仇的滋味如何？比想象中空虚。今晚有个诗会，要不要去？好。诗会在湖心亭举行，灯火通明，觥筹交错，今夜明月如水，不如我们也来一首如何？主事人提议道。众人纷纷响应。轮到我时，我起身走到亭中央。愿将此生休，白首不相见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今日方知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。话音刚落，亭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萧景琰推开人群，踉跄着冲进亭中。雨嫣，求你不要这样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只要你不要彻底离开我。诗会上的宾客面面相觑，慕言站起身想上前，却被我阻止。萧景琰，你觉得一个人可以被伤害几次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错了，你的错是爱上了两个人，还是没有及时发现苏清音的算计？萧景琰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我蹲下身与他平视。不，你的错是在伤害我的时候，从未怀疑过自己。萧景琰，你知道我这些月来每夜都会做同一个梦吗？我梦见那个麻袋，梦见冰冷的水，梦见你手中的棍子，也梦见你踩碎我指骨时的表情。萧景琰看着我的手，雨嫣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可是你很清楚的知道，苏清音喊你夫君时，你有多开心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毁掉萧氏吗？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忘记。只有看着你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都化为乌有，我才能真正相信，那个曾经爱我的萧景琰已经彻底死了。萧景琰猛地站起来，想要上前拉住我，却被慕言一把拦住。够了，萧大人，请自重。萧景琰看着慕言护在我身前的身影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你们对，如你所见。雨嫣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不能这样对你。那你当初可以一边牵着我的手，一边握着苏清音的手吗？你可以让我叫你夫君，也可以让他叫你夫君吗？萧景琰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能？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，狠狠扎在萧景琰心上。慕言走到我身边，轻声道：“苏雨，我们回去吧。”我点点头。萧大人，以后江湖路远，后会无期。身后传来萧景琰撕心裂肺的呼喊声：“雨嫣！”但我再也没有回头。3日后，我收到一个意外的访客，苏清音。她穿着粗布衣裳，头发散乱。林雨嫣，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。你走后，他把我送进疯人院。但每隔几日，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恨。如果不是我，你就不会离开他。是我毁了他的一生。可是林雨嫣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里只有痛苦，没有后悔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才明白，我对他来说真的只是一个替身。从始至终，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苏清音，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原谅萧景琰？不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你赢了。话音刚落，苏清音忽然从袖中掏出一把匕首，狠狠刺向自己的心口。我惊呼一声，想要阻止，却已经来不及。鲜血瞬间染红她的衣裳，她倒在地上。苏清音彻底没了气息。我怔怔地看着她，心情复杂的无法言喻。仇人死了，我却没有任何快感。萧景琰看着苏清音的尸体，神情复杂，既有解脱，也有痛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完成笔录后，走到他身边，因为他知道他永远得不到你的心。雨嫣，雨嫣，不要再叫我这个名字了。萧景琰的身体猛地一颤。你不是他，你真的不是他了。萧景琰，苏清音死了，你也该解脱了，去过你的新生活吧，忘掉过去的一切。那你呢？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重新开始？萧景琰，有些东西碎了，就再也拼不回来了，就像我们之间的情分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头。身后传来萧景琰的声音，带着绝望和不甘：“雨嫣，我会等你，等到你原谅我的那一天。”我脚步微顿，却没有停留。1年后，我站在新建成的医馆门前，看着“牧氏医馆”4个字，心情格外平静。在想什么？慕言从身后走来，手里端着2盏茶。我接过茶，轻笑，在想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萧景琰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大概会很平淡，但也很安稳，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，也没有那么多撕心裂肺。那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如果没有那些痛苦，我也不会成长为现在的自己，更不会遇到你。这算是表白吗？你想多了。一个小厮匆匆跑来说有我的信，是萧景琰邮寄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拆开了。信很短，只有寥寥几行字。雨嫣，今日是你的生辰，虽然知道你不会回信，但我还是想祝你生辰快乐。萧氏已经彻底破产，我也准备离开京城。临别前想告诉你，这1年来我每天都在忏悔。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但我还是想说对不起，我爱你。此生若有来世，希望我们能重新开始。萧景琰。看完信，我沉默了很久。怎么了？萧景琰要走了，
慕言看完信若有所思。你想见他最后一面吗？不用了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这1年来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，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报复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生活，珍惜眼前人。那我们成亲吧。好。5年后，我坐在花园里。慕言在一旁认真的配置药材，夕阳西下，岁月静好。我和慕言有了孩子。穆安安跑过来，娘亲，有叔叔找你。我接过一看，不由得怔住了，是萧景言。我沉思片刻，让他进来吧。他苍老了许多，头发已经斑白，眼中再也没有了昔日的意气风发。雨嫣，你看起来很幸福。我点点头。你找我有事？萧景言从怀中掏出一个锦盒，这是我们当年的定情信物，我想还给你。留着吧，或者扔掉，我不需要了。我知道，我今天来其实是想告诉你，我要出家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赎罪，做善事，救济百姓。我想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洗清我身上的罪孽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萧景言了。既然如此，我祝你清静自在。萧景言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忽然回头：雨嫣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抱着孩子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夕阳中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那些爱恨情仇都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珍惜眼前的幸福。他走了，彻底走了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慕言吻了吻我的发底。余生只有我们。我笑了，心中满怀温暖。是啊，余生只有我们。